吴总，程小姐，这位是游山庄的大管家杨叔。杨叔，这位是程小姐，云城程家武馆馆主的千金，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苏少主，你逗我玩呢？你都有救命恩人。程小姐，我们冒昧前来打扰了，麻烦了杨叔。不麻烦，苏总和我们家大少爷认识的，大少爷交代过了。今天我给你们当导游，带着你们好好的逛一逛山庄。杨叔，这里我来过2次了，不能说很熟，也不会走着走着就迷路。我觉得我可以勉强给程小姐当个导游。杨叔也很忙，我们就不麻烦杨叔了。我们一行10几人，麻烦杨叔帮我们安排一下午餐就行。下午我们就回市区里去的。那也行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苏总提前1个小时帮大家点好菜。到了饭点，苏总给我发个你们的定位，我会安排人给你们送餐过去，不用你们来回走。好，我会的，麻烦杨叔了。苏总带大家玩得开心点，儿童游乐场园那边也安排好了，孩子们想玩的项目都有人在那里等着的了，孩子们注意点安全就行。在苏腾招呼着程庆带着小朋友们逛山庄的后半部分时，听到了老太太的叫喊声。苏腾，詹奶奶。苏腾，这位是……在他的前辈面前，苏腾是不敢耍花枪的，他老老实实的介绍程庆给老太太认识。老夫人你好。程小姐好。程庆又让学生们向老太太问好。小朋友们，走，跟战奶奶去吃好吃的。苏腾，你来都来了，也不带着程小姐进去坐坐，这是存心陷我战家待客不周是吧？要不是我刚好散步到这里看到了你，就被你陷害成功了。詹奶奶，你误会我了，我哪敢陷害詹奶奶待客不周呀？我是听说您老人家在站上那里住着，我又是带着程小姐和小朋友们过来玩的，怕吵到了你们，不敢去打扰大家。打扰什么？山庄里天天都安静如鸡，我就盼着有人过来玩，热热闹闹的。我特别喜欢小朋友们。程小姐，我们都是很随意的人，你不用拘束，也不用觉得过来就是打扰我们。在山庄里，你们吃好喝好玩好，喜欢的话以后常来。以后我若是带学生过来比赛，一定会厚着脸皮再次来打扰老夫人的。不带学生过来比赛也可以过来玩的呀，让苏腾去接你，然后来我们家做客，住下都没问题。我们山庄多的是房间，你在这里住上10天半月的都不会嫌闷。程庆笑笑，他可不敢真的想来就来，来一次已经知道自己欠了苏腾多大的人情。詹奶奶，你完全抢了我的风头，我的导游工作被你老人家抢了。对不起哈，我是很喜欢这些孩子，也很喜欢程小姐，你小子还是有点福气的，老天爷没有给你配个猪八戒。詹奶奶把最好的女孩子们都揽入你们詹家，给你老人家当孙媳妇了，还不许我挑个漏吗？詹奶奶，程庆可不适合你家的那几条猪，你别打他的主意。臭小子，你詹奶奶是那样的人吗？用你的话说，程庆不适合我家的孙子，我打他主意做什么？就算适合我也不会打他的主意，你多不容易，这辈子只能栽在程庆手里。詹奶奶，我咋觉得你在幸灾乐祸的？你又没灾没祸的，我幸什么灾乐什么祸？话说，你还在这里做什么？你没看到你未来的老婆一个人盯不了那么多的孩子们吗？那10几个孩子被她教得不错呀，让他们好好的学，好好的练，只要人品好，身手好，以后让阿印把他们招进我们战家的保镖公司，接受训练后给他们安排工作。我未来老婆的得意门生，只要人品好，能力出众，自有我给他们安排大好前程。詹奶奶，战印和海童的婚礼在即，您老人家应该也很忙的，这可是您老的长孙大婚呢，就不敢占用您老的宝贵时间了。程庆这里有我呢。阿印的婚礼在即是真，不过不需要我做什么，我都一把年纪了，老掉牙，走路都要用拐杖拄着走，他们敢让我做事吗？我只需要动动嘴皮子，他们就会按我的吩咐去做好。我很闲呢，人呀，闲的时候就会很无聊。我游山庄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，是我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么多孩子在我山庄玩闹。我喜欢热闹吗？你要表现就表现，我又不拦着不让你表现。你要是连我这个老太婆都抢不过，以后若是冒出来一个劲敌，你怎么办？直接投降，将你的命定之女让出去吗？我苏腾不知道投降是什么滋味。苏腾，你现在跟我说你投降，我马上就回屋里去，不打扰你在程庆面前表现。我也要盯着我家阿印的婚礼事宜，的确太忙。你要是不投降，我就一直跟着你们，反正我老了，脸皮厚，不怕当那盏最亮的电灯泡。詹奶奶，您还是那么喜欢看别人被打脸。对呀，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别人被打脸，
你不是说不知道投降是什么滋味吗？我现在就让你尝尝这种滋味。战奶奶，我投降，我投降，我尝到了这种滋味。您老人家快回屋里去休息吧，外面热呢。好吧，我不打扰你们了，回去休息休息，还得盯着我家阿印的婚礼事宜。彤彤怀孕了，我也得照顾着。阿印没有经验。战印不是买了很多与孕期有关的书吗？以后我还要向她取经呢。你老婆都还没有追到呢，就想着取经了。总要先看好取经的对象吗？行，你们玩，我走了，不当电灯泡。看到老太太走了，苏腾松口气。程小姐，我看他们都懂得安全意识，不会出事的。咱们不用站在这里盯着，我们去那棵树底下坐坐，看着他们玩就行。老夫人呢？老夫人是战家的定海神针，战家的大事都需要她坐镇指挥的。战少的婚礼在即，老夫人忙着安排婚礼事宜呢。程小姐能不能多待几天？不能再待下去了，孩子们该回去上学。他们虽说在我们陈家武馆学武，重点还是文化课的，我们武馆不能耽误了孩子们的学习。苏先生有事吗？提到了战少的婚礼，我记起了，我是接到了战少的请柬以及邀请的，不仅参加他的婚礼，还当伴郎。原本我是想跟着程小姐回去拜师学艺，锻炼一下身体的，现在得参加了战少的婚礼才能前往你们云城，我就想请程小姐多待几天，喝了战少的喜酒再回去。闻言，程庆很是心动。还是不行，况且我与战家非亲非故，战少也不会邀请我出席他的婚礼啊。这个容易，你以我的女性朋友身份陪着我出席战少的婚礼。不行不行，今天能来游游山庄就很好了，不能再厚着脸皮沾苏先生的光去参加战少的婚礼了。拜师学艺不用着急，苏先生忙你的正事要紧。我会安排好我自己的行程的，生意上的事我倒是不担心，公司里有管理团队，就是给战少担任伴郎这件事不能推掉。那是不能推掉，多少人想参加战少的婚礼都没有机会呢，苏先生能给战少当伴郎很幸运的了。没有老太太当电灯泡，苏腾和程庆相处一整天，两个人之间的那点陌生感已经荡然无存。2天后，程庆带着孩子们离开了馆城，距离战印和海童的婚礼还有3天的时间，海童便搬回到娘家居住。梁姨，你怎么在这里的？大少奶奶回了娘家居住，大少爷安排我们几个过来照顾大少奶奶，不仅是我，阿七也在。是你们大少爷的作风，他对彤彤事事是想得周到，真的细心体贴入微。大少奶奶就是大少爷的眼珠子，谁不会护着自己的眼珠子？我不会太快离开，等会儿留下来陪彤彤吃过中午饭。对了，你们家大少爷会过来吃中午饭的吗？我怕我当了电灯泡。大少爷最近忙疯了，只有晚上才能挤点时间过来看看大少奶奶。我以为他会跟着过来住到婚礼那天早上才回去呢。大少爷是想这样做，被老夫人说了一顿，海林小姐也不让他住下来，每天晚上大少爷过来都要和大少奶奶上演一出恋恋不舍的戏码。海林姐出去了吗？她出去买东西了。洋洋上幼儿园，小家伙出门前都是嘟着小嘴儿的，说不想上幼儿园，想在家里陪着大少奶奶。洋洋都快赶上我小时候了，上幼儿园需要抬着上车。小孩子都这样，再大一点就好了。洋洋是不想上幼儿园，倒是没有哭闹，顶多就是动作刻意放慢，磨磨蹭蹭的。海小姐那么好的脾气，都受不了她的磨蹭，说洋洋出门前磨磨蹭蹭，她又老怕迟到，说什么迟到了会丢脸。有时候海小姐被她气到，故意撇下她，提着她的小书包就走，她又急得直哭。看来小孩子还是看看就好。这倒是实话，看别人的孩子就觉得很可爱，恨不得自己也生10个8个的。等到自己有了孩子，亲自带娃的话，恨不得将孩子塞回肚子里去。商小姐，我们进去吧，大少奶奶见到你肯定会很开心的。没良心的，这么多天都不来陪陪我，我无聊死了。也没几天嘛，我这不是前2天又出差了一趟，上次谈了几次都没有谈下来的合作，前2天终于谈妥了，合同都签了，咱们又多了一位大客户。彤彤，我觉得咱们还得再扩大菜场的规模，你的意思怎么样？有生意当然好呀，等我的婚礼过后，我们再去看看哪里的田地愿意出租的，我们就承包下来。你现在揣着小战印，他肯让你跟着我到处跑吗？婚礼过后，你们俩不度蜜月，不出远门，就在咱们宛城也是可以的。计划是在莞城以及周边城市自驾游，就当做是度蜜月了。对了，你和君然的事怎么样了？我听慕晴说，他们一家子昨天去了你们家。君然的父母兄嫂来访，他们表足了态，我妈就完全松口了。我妈说由着我了，我想嫁给君然就嫁呗，还说我女大不中留，怕留来留去留成仇。其实我大姨早就同意的了，只是拉不下脸来。
君然的家人来了，正好给我大姨一个台阶下。是苏少主横插一脚，我妈才松口的。虽说被苏少主追求那段时间，我挺烦的，又拿他没办法，却又不得不承认，苏少主那样做帮了我和君然大忙。有了对比就有了伤害，我妈忽然觉得君然更好，更适合我，宁愿我远嫁 A 市，也不愿意我嫁苏少主。那是苏少主那种特殊情况，不是谁都能杠得住的。苏少主的命定之女找到了。我知道呀，前几天苏少主还跟我家那位说了，想带程小姐去我们家游玩，战印答应了他。奶奶说程小姐简直就是文武双全的代表，与苏少主非常般配，还说就是程小姐那样的女孩子才能稳坐苏家少主夫人之位。奶奶还说程小姐的拳脚功夫非常厉害，说战印都不是她的对手，人家打小就习武的，是武学世家出身，战印就是半吊子，哪能比？我也是半吊子。战印听到你这样说他，脸都会绿。他向来自信得很，又傲，总以为他是天底下最优秀的男人。你说他拳脚功夫就是半吊子，他肯定不服的。不服就去向程小姐挑战呀，程小姐保管将他打得服服帖帖的。彤彤，我怎么觉得你很想让战印去向程小姐挑战？你要不是怀着身孕，是否也要去挑战一番？没有的事，我是有自知之明的。我这点三脚猫功夫，对付那些小混混容易，还得出其不意才能取胜。要是硬碰硬的话，我也赢不了。小飞，你和君然有计划订婚或者结婚了吗？我们计划先订婚。阿姨说，参加了你的婚礼后，回去他们就选个好日子过来下聘，然后订婚。结婚的日子也会一起选好，送过来让我们过过目。可以先订婚，年前或者年后办婚礼。可能你结婚的时候，我很不方便了。那我等你宝宝出生了，再和君然办婚礼。先订婚，然后领证，婚礼就迟一点再办，君然肯定没意见的。你也不用就着我的时间呀，这是你的人生大事，终身幸福。不行，我就要你参加我的婚礼，我见证你的幸福，也要你见证我的幸福，这样才公平吗？我妈娘家的亲戚，我就只有你和海玲姐两个表姐妹，你们姐妹俩谁都不能缺席我的婚礼。你一定要与君武少商量，看看君武少的意思，他要是不乐意，就不要为了我闹矛盾。小飞，我要的是你幸福快乐，不能因为我的个人原因影响你和君武少的人生大事。彤彤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的，我相信君然能够理解我的决定。况且我们俩的计划也是先订婚，不着急结婚的。彤彤，咱们不纠结我什么结婚的事，我今天过来主要是告诉你，我和君然的事基本上是定的了，就等选好了日子和他订婚。订婚夜，君然征求我的意思，是在宛城办还是回 A 市办？这是你们俩的事，你们俩商量好就行。我是想在宛城办的，我在宛城出生，在这里长大，熟悉这里的一切。去了 A 市，人生地不熟的，短时间内还没有融入他们家那边的圈子。但是君然是君家的五少爷，是叶总的亲弟弟，他订婚不在 A 市请客，别人会不会说他是我商家的上门女婿？他爱我，尊重我的所有决定，同样的，我也爱他，也要为他考虑，不能只想着我自己。马上就是你和战印的婚礼了，这几天我们大家都在忙着，我和君然订婚的事就推后再说吧。等你们的婚礼结束后，我和君然好好的商量商量。你们好好商量，走到今天，你们俩也不容易。当初战印的表弟唐先生就让君然如临大敌，视唐先生为最强劲的情敌，说唐永安看你的眼神充满了柔情蜜意。那是他草木皆兵，唐先生是觉得我和外界传言的不一样，看我的眼神多了点欣赏而已，他就认为唐先生爱我，担心我会被唐先生抢走，加上那是我妈安排撮合的。大少奶奶、君太太以及君大少奶奶带着2个孩子来了，快请。海玲姐不在家吗？我姐出去了，她的饭馆很忙，遇到了点急事，需要她去处理的。洋洋去上幼儿园了，小家伙出门前还在抱怨，说连他的姨丈都不用回公司上班了，为什么他一个小孩子却还要上幼儿园？他的姨丈是休婚假，跟他一个小孩子有什么关系？他就是觉得大人上班，小孩子上幼儿园才是正常的，要是大人不上班，他要上幼儿园，他就觉得不正常了。你这次不带龙婷过来哦，龙婷也要上幼儿园，暑假去了你们那边一趟。洋洋回来后经常念叨着龙婷，有时候他做了错事，我姐还会拿龙婷和他比较。龙婷也经常念着洋洋的，还问我什么时候洋洋会再来家里玩。妍妍冲着我笑了。妍妍很少笑的，看来她很喜欢你这个小婶婶。妍妍的性格肯定像她爸，现在才几个月大不明显，
再过几年就能看明白了。他平时不爱哭，安安静静的，但也很少。像爸爸也很好呀，他爸爸很优秀，看到你们带着2个孩子过来，我奶奶肯定很开心。可不是，老夫人抱着妍妍不撒手，我要不是妍妍的亲奶奶，都抢不过她老人家。也不知道我肚里这个是儿子还是女儿，大家都希望我这个是女儿。我的第六感告诉我，她是小小战印。儿女都好，不管是儿是女，只要管教好，培养成才，做父母的都享福。你看我也是2个儿子，没有女儿，我遗憾过，但我会有2个儿媳妇，儿媳妇当成女儿也是一样的。我是视晴晴如女儿看待的，小飞以后也是我的另一个女儿，我对小飞和晴晴一视同仁。妈，小飞的脸都红了。阿姨视我如女儿，我也会待阿姨如亲妈的。妈是幸福的，拥有你和晴晴2个女儿。大少奶奶，军武少来了。不是还没有到下班时间吗？君然怎么过来了？你在海童这里，君然哪里能安心上班？就算他人留在公司，心也是飞到你这里来，还不如干脆就来找你，省得他分神。大嫂又打趣我了。我和军武少也是熟的不能再熟的熟人了。武少来了，我不出去迎他也没事。小飞你去吧。我是你表姐，帮着你招待客人也可以。明明就是他心急的想出去，还要找个堂而皇之的理由，逗得大家又笑起来。君然，你怎么在这个时候过来？不是还没下班吗？现在10点刚过呢。我今天就是回公司安排好公事，然后就休假几天，等到战少的婚礼结束后，我再回公司上班也没有影响的。知道你来海童这里了，我妈和大嫂也来了，就直接来这里接你们。小飞，这束花送给你，愿你天天都开心，笑容美如花。谢谢。你知道我在彤彤这里还得我买花束，我这样抱着花束进去有点不好意思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们俩的事，海童是见证人，看到我们感情这般好，他替你高兴都来不及呢，不会笑的。那是，彤彤最希望的就是见到我幸福，我知道的。他总觉得是他的出现导致我和战印不能在一起，觉得是他抢走了我的幸福，就算他不说，我都知道的。他想多了，我从来没有怨过他，怪过他，也不会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。我和战印是有缘无分，战印从来都没有爱过我，更没有给我半点承诺。说实话的，如果不是我和海童是表姐妹，他连正眼都不会看我。海童会那样想很正常，以后我们会幸幸福福的，那样他也能放下了心结，不会再暗自自责。我庆幸战少不喜欢你，否则也轮不到我了。小飞，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你在我心里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孩子，我为我能得到你的喜欢，能够和你牵手共度一生感到幸运。行了，咱俩都别说过去的事了，我们往前看。好，往前看。君然，有件事我也想和你商量商量，咱们是先订婚，然后领结婚证，婚礼就是1点半，等彤彤生完孩子，坐完月子了，咱们再办婚礼。我不希望彤彤缺席我的婚礼。我以为是什么事呢？这件小事啊，都听你的。我们先订婚，领了结婚证后，等到咱们的表外甥出生了，再办婚礼。订婚宴在冠城办吧，我都跟我家里人商量好了，到时候我家那边的亲朋戚友都飞过来参加咱们的订婚宴。我是想说订婚宴在你们 A 市办的，你是 A 市人吗？我是嫁给你，不是招你当上门女婿。不管是在 A 市还是管城，都是一样的。我是想着我常年在管城，朋友也都在管城，你熟悉的也是管城，就在管城办订婚宴。我那边的亲戚坐飞机过来也不用多长时间，没什么影响的。等我家里选好了好日子，将日子单送过来给你爸妈过目，要是没有意见，就定下日子，我们就在管城办订婚宴，不改地儿了。小飞，日子是我们俩在过，过得好不好我们知道，不用管别人说什么，你向来都是不在乎别人怎么说的。我在乎你，爱你，所以在乎别人会怎么说你，说我倒是无所谓，我脸皮超级厚的，不怕别人说我。有你这句话，哪怕是让我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心甘情愿。哪句别人说我是上门女婿，我也愿意给你们家当上门女婿。史阿姨说她有2个儿子了，不想多要1个儿子，不肯收我。商太太在见到未来的亲家后就想开了，只要女儿幸福就行。走吧，进屋里去。